你要弹一个好的雷高，我觉得有点像写书法一样，你掌握这个笔这个力量，这个张力啊，你手不要动，你就慢慢给它这样画过去，这样这个保持同样的一个力量。大家好，我以前在收音机里面常常听到这个曲子，你们听过吗？你们想是谁写的？我那时候乱猜，因为这个曲子是夹在2个节目里面当做那个空档曲，所以他也没有特别说明是什么曲子，所以在猜是不是舒伯特写的，因为他有一种飘飘的那种捉摸不定的忧郁，很浪漫。舒伯特、肖邦、舒曼也都可能。我后来才知道是贝多芬写的，贝多芬怎么写这种曲子？短短的，可能都还没1分钟。我们知道贝多芬他喜欢在这个比较重要的曲子之前写一些小曲，好像做一个心理准备，好像有点休息的那种感觉。这个曲子是他的作品号码第119。他的奏鸣曲都已经写完了，钢琴奏鸣曲、交响曲除了第9号以外也都写完了，所以大的曲子都差不多已经写了。那么他那时候是在1820年的到1822年的时候就写了这些曲子，他刚好面对一些经济困难。第一是他的身体情况慢慢恶化，要付医疗费，当时没有医疗保险，所以花一大笔。还有，为了得到他的侄子的抚养权，就要付一个诉讼案，当时律师费也很高。正好有一个很大的出版社，彼得版 Edition Peters 跟他通信，说要出版他的作品。因为当时贝多芬已经很有名，所以出版什么样子的作品都没有关系，都可以。钢琴的作品连很小的也都可以。结果贝多芬很高兴啊，可以得到一笔财产，就把那些曲子寄到那个彼得版。彼得版看到这个曲子，觉得好像太小了一点，像刚才这个曲子，还以为它还更小。等一下你们听听看，好像弹快的，连反复10秒都不要。所以彼得版拒绝，好像贝多芬不但破坏他自己的名誉，也破坏那个出版社的名誉。说这种短曲子，这个短短的，贝多芬自己把它成为巴嘎泰勒，巴嘎泰勒就是一种不足为道的小事情了。所以贝多芬就觉得很莫名其妙，曲子拿回来，要出版在别的出版社，别的出版社维也纳也不接受，怎么办？Clementi 在 London 就接受这些小曲子，
很高兴，贝多芬后来也在别的出版社也可以发表那些曲子。我今天要弹这个119号的最后3首，刚才是第9号，我在弹第10号和第11号。我们也弹得很快，因为好像还没很熟，弹快的10秒都不要。贝多芬他的创作也是很妙，他老是写的跟别人不一样。这个当什么曲子？贝多芬大概也是一种玩笑。反正我现在怎么样都可以，看你们接不接受。但是最后一首，他好像已经跨出去这个忧郁，前面的这个忧郁，很和平的，很简单的，他都说是很纯洁的，也歌唱式的。我觉得好像是回到这个少年时代，好像在做梦一样。这个曲子要弹得非常的 legato。这是第一段，我反复的时候，我强调这个第二个声部。我觉得第一个就是在唱歌，好像很忘记了一切那种感觉，但是第二部，好像我们真的是在漫步，在走步啊，在游行那种感觉。所以有时候我们注意第二步也很重要。接着这个情绪完全改变了，好像有人跟他讲正经话，你不要做梦啊，想好考虑好。这是有点不耐烦，我跟你讲正经话，你还不听，或者是说贝多芬觉得，哎，你在吵我什么？我要做我的梦，你让我好好的做也，你不要讲这些啰里吧嗦的正经话。怎么办法？怎么办？这个怎么逃掉这种情绪？好像有点离开这个世界，离开这个物死的那种感觉，所以好像慢慢爬上去，慢慢爬上去，好像鸟要飞一样，就真的飞起来了。贝多芬写的这个曲子好像越来越简单，从复杂的回到简单的，比较有这种简单的真理的那种感觉。我再从头弹一次。
我很喜欢这个曲子，因为它虽然很简单的样子，但是它的内容非常的丰富，非常的深。所以有时候音乐大学的学生要弹很好听的曲子，但是技巧好像还没有很高明，给他们弹这个曲子，一定非常的高兴。我觉得这个曲子最大的挑战是在 legato。legato 你要弹一个好的 legato， 我觉得有点像写书法一样，你掌握这个笔那个力量，这个张力啊，你手不要动，你就慢慢给它这样画过去，这个保持同样的一个力量。所以你们要注意legato，手臂啊手不能乱动，要非常的稳定，这样下去。所以贝多芬就写这个曲子就结束这个第119号，这个11个曲子。他当时的情形，我觉得有点像陶渊明讲的“云无心以出岫，鸟倦飞而知还”。